震耳欲聋的金属碰撞声中，父亲的时间锁链如银蛇狂舞，与夜宵的面具军团激烈交锋。林深握紧泛着诡异紫光的遥控器，虎口被震得发麻，他咬紧牙关，朝着战场中心冲去。就在手掌即将触碰到父亲后背的刹那，一道刺目的暗金色光芒从父亲胸口迸发而出，镶嵌在那里的时间核心碎片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崩裂，每一道新出现的裂痕都渗出暗金色的光，仿佛在诉说着即将消散的宿命。别过来！父亲头也不回，沙哑的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，像砂纸狠狠磨过铁板般粗糙，带着芯片去时间核心。这是最后的话音未落，一片锋利的银色面具如闪电般划过，在父亲脖颈上擦出一道渗血的伤痕，嫣红的血珠顺着苍白的皮肤滑落，滴在银白长袍上，晕开朵朵红梅。林深心脏猛地一缩，几乎是下意识地举起遥控器，按下暂停键。刹那间，整个战场陷入诡异的寂静，悬浮在空中的面具、飞溅的火星、父亲扬起的银发，全都定格成雕塑般的姿态。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满地狼藉，冲到父亲面前，指尖刚触碰到父亲的锁链，那些暗金色的光芒便顺着金属纹路汹涌而来，烫得他掌心发麻，仿佛握住了一团燃烧的火焰。原来核心碎片是钥匙，父亲艰难地转过头，镜片后的眼睛布满血丝，却第一次露出如释重负的笑意，眼角的皱纹里藏着20年的沧桑与牵挂。该做个了断了，儿子。他颤抖着将破碎的核心按进林深掌心，冰凉的金属触感混着温热的鲜血，在林深皮肤上烙下一道特殊的印记。当时间重新开始流动，夜宵刺耳的怒吼声炸响。你们以为这样就能阻止我？林深还没来得及回应，体内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震颤，仿佛有什么沉睡的巨兽被唤醒。手中的遥控器表面泛起耀眼的金光，刺得人睁不开眼。原本的按键如冰雪消融般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不断流动的时间符文，每一道纹路都散发着神秘而强大的气息。他试着随意一指，那些悬浮在空中的面具瞬间开始逆向运转，分解成一个个细小的零件，叮叮当当散落一地。从现在起，你管秩序，我管修复。林深扯下染血的领口，露出同样镶嵌着核心碎片的胸口，碎片微微发烫，与父亲的动作形成微妙的呼应，不同时间线各归其位。父亲沉默良久，缓缓摘下金丝眼镜，用衣角擦拭镜片的动作比往常慢了许多，仿佛每一个动作都承载着无数未说出口的话语。记住，法则不是用来玩弄的玩具。夜宵的身影在金光中逐渐透明，他的电子音带着扭曲的愤怒，像毒蛇吐信般嘶鸣。时间会吞噬你们所有人。林深却专注地看着手中进化成黄金级的遥控器，上面浮现出新的提示：解锁能力，时间法则制定，请输入第1条规则。草原的风呼啸着卷起他的衣角，父亲转身走向破碎的王座，那熟悉的背影与记忆里1999年实验室里的轮廓渐渐重叠。恍惚间，20年的时光仿佛只是一个瞬间。黄金遥控器的符文在林深指尖流转，浮现出猩红的警示：衰老病毒溯源，南极冰层下127米。苏黎攥着战术望远镜的指节发白，机械一眼扫描着远处翻涌的暴风雪，温度零下89度，普通设备撑不过3分钟。那就让时间跳过被冻僵这一步。林深扯下外套裹住遥控器，掌心贴上冰层的瞬间，金色光芒如蛛网蔓延。他咬着后槽牙念出法则指令：以我为中心，半径1公里内，时间流速成1000。轰鸣声中，千年冰川如同沸腾的开水，冰晶在急速流逝的时间里直接气化。漫天白雾散去时，一座布满银色纹路的金字塔形建筑赫然显现。苏黎的枪口微微颤抖，这是初代时空管理局的设计图。推开锈迹斑斑的舱门，腐臭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林深的手电筒光束扫过墙壁，瞳孔猛地收缩，透明培养舱里密密麻麻漂浮着千万具干尸，它们皮肤皱缩成树皮，眼窝深陷，血管凸起，却保持着生前最后的惊恐表情。更诡异的是，每具尸体眉心都镶嵌着黑色晶体，正在吸收着某种暗紫色的能量。这些都是时间的祭品。父亲突然出现在阴影里，金丝眼镜蒙着层冰霜，夜宵用它们当电池，维持教团的时空穿梭网。他的指尖划过培养舱，冰层在接触的瞬间剥落，露出底下扭曲的时间公式。看到这些符号了吗？病毒的源代码就藏在……别碰！苏黎突然扣动扳机，子弹擦着父亲耳际飞过。原本安静的尸体群突然剧烈晃动，其中一具干尸的黑色晶体迸发出猩红光芒。夜宵的电子音从四面八方响起：欢迎来到我的时间农场，小虫子们。随着狞笑，所有尸体的眼球同时转向林深，他们凹陷的胸腔开始剧烈起伏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破体而出。夜宵刺耳的狞笑声如同一把生锈的锯子，在密闭的实验室里来回切割着众人的神经。
突然，培养舱的玻璃发出令人牙酸的咔咔皲裂声，那声音像是死神的脚步，每一声都重重地踩在林深的心上。他死死盯着那些泛着诡异紫光的液体，瞳孔不受控制的剧烈收缩，无数个与自己一模一样的虚影正在快速成型，苍白的脸上还带着未完全消散的扭曲，仿佛是从地狱爬出的恶鬼，尝尝被自己打败的滋味吧。夜宵的电子音里带着癫狂，电流声刺的人耳膜生疼，每一个克隆体都继承了你1/10的能力。苏黎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举起枪的手不受控制的微微发抖，连机械眼都跟着轻微颤动。这么多，怎么打？他的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恐惧，在这阴森的实验室里显得格外无助。话音未落，最前排的培养舱砰的炸裂，紫色液体如毒雾般喷涌而出。那个林深如同从地狱归来的恶魔，甩了甩湿漉漉的头发，水珠飞溅在地面上，瞬间腐蚀出一个个冒着青烟的深坑。他嘴角勾起和本尊如出一辙的冷笑，眼神里却充满了嗜血的疯狂。本尊，我看你才是冒牌货！父亲突然如闪电般冲过来，一把抓住林深的手腕，金丝眼镜后的眼神凝重的仿佛能滴出水来。他们共享记忆，但没有独立意识。只要制造认知冲突，话还没说完，10几个克隆体已经同时举起遥控器，实验室的空间瞬间扭曲变形。有的地方温度骤降，冰块如同利剑般凝结；有的地方则燃起熊熊烈火，火焰贪婪地吞噬着周围的一切。林深感觉自己的太阳穴突突直跳，脑袋仿佛要被这混乱的时间流速给撕裂，无数根钢针在大脑里疯狂乱扎。都给我停下！林深怒吼一声，声音震得整个实验室嗡嗡作响。黄金遥控器爆发出刺目的金光，光芒如同太阳般耀眼。他强忍着剧痛，故意让法则的光芒在克隆体间扫过，每个林深身上都反射出不同的光影，像是照妖镜下的妖魔现形。果然，最近的克隆体瞳孔猛地收缩成针尖大小，转头就用遥控器指向同伴，脸上满是狰狞。他的符文颜色不对，杀了这个冒牌货！混乱在瞬间爆发，克隆体们互相撕扯着，咆哮着，指责着对方是假货。遥控器的光芒在实验室里疯狂闪烁，如同末日的闪电。有的克隆体用时间暂停偷袭，让对手瞬间定格；有的发动时间回溯躲避攻击，躲开致命一击；甚至有2个克隆体同时发动时间吞噬，紫色的能量漩涡如同巨兽的大嘴，将他们双双吞噬，湮灭在一片耀眼的光芒中。苏黎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，机械眼的扫描频率快得像要冒烟，嘴里喃喃道：“这也行？”夜宵的怒吼穿透嘈杂：“不可能！你们都是我的棋子！”但他的声音很快被此起彼伏的爆炸声淹没。林深趁机观察那些还在培养舱里成型的克隆体，发现他们眉心的黑色晶体正在疯狂闪烁，如同夜宵的眼睛，那分明是夜宵用来操控的信号源。他握紧遥控器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该结束这场闹剧了。实验室的爆炸余波如同汹涌的海浪，一波接一波地冲击着四周。林深的耳膜嗡嗡作响，脑袋里像是被塞进了无数只聒噪的蜜蜂，几乎听不见任何声音。他的太阳穴突突直跳，浑身沾满灰尘和碎屑，双手颤抖着攥紧遥控器，强撑着踉跄起身。就在这时，他瞥见不远处的苏黎，对方原本坚定的眼神瞬间被恐惧填满，瞳孔猛地收缩，一团漆黑如墨的雾气正从通风口喷涌而出。那雾气仿佛有生命般在半空翻涌扭动，凝聚成夜宵那张扭曲而狰狞的虚影。小心！父亲声嘶力竭的嘶吼，却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显得如此微弱，瞬间被吞没。苏黎几乎没有丝毫犹豫，他眼神一凛，身形如离弦的箭般朝着林深冲去，发丝在身后飞扬，作战服被气流鼓起。夜宵的虚影发出尖锐刺耳的尖笑，笑声像是用生锈的锯子在割着众人的神经，紧接着如毒蛇般缠住他的脖颈。冰冷的雾气顺着他的口鼻疯狂钻入，刹那间，苏黎的机械一眼泛起诡异的红光，那光芒像是来自地狱的火焰，将他眼底的清明一点点吞噬。林深感觉心脏猛地提到了嗓子眼，仿佛下一秒就要从嘴里跳出来。他跌跌撞撞地冲上前，一把抓住苏黎的手臂，触手却是滚烫的惊人，像是握着一块烧红的烙铁。苏黎，醒醒！他焦急地大喊，声音里满是慌乱与担忧。苏黎缓缓抬头，嘴角勾起一抹熟悉的倔强弧度，可眼中却再无往日的温柔，取而代之的是冰冷到骨子里的漠然。蝼蚁也配反抗时间的主宰？他的声音冰冷而机械，不带一丝感情。话音未落，他轻轻一甩手腕，一道时间锁链瞬间缠住林深，猛地将他甩飞出去。林深重重地撞在培养舱上，玻璃咔嚓一声裂开，疼得他眼前金星直冒，喉间泛起一股血腥味。父亲见状，立刻举起遥控器，眼中满是愤怒与警惕。
试图发动攻击。然而苏黎只是抬手轻轻一挥，一道无形的屏障便将父亲的攻击挡下。他迈着优雅却又透着诡异的步伐，朝着那些还在成型的克隆体走去。黑色雾气在他身后翻涌凝聚，幻化成一条华丽的裙摆。此刻的他宛如来自地狱的女王，散发着令人胆寒的气息。启动进化程序，杀光所有闯入者。他的声音回荡在实验室里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。克隆体们齐刷刷地调转枪口，实验室里顿时枪声大作，子弹嗖嗖地擦着林深的头皮飞过，在墙上留下密密麻麻的弹孔。溅起的砖石碎屑打在他脸上，生疼生疼的。不，这不是你！林深抹了把嘴角的鲜血，猩红的血迹在他掌心晕开。他强忍着浑身的剧痛，挣扎着爬起来，眼神中满是痛苦与不甘。就在这时，苏黎的动作突然僵住，眼神中闪过一丝转瞬即逝的清明，机械一眼的红光开始明灭不定，像是即将熄灭的烛火。他猛地伸手掏出腰间的匕首，毫不犹豫地朝着手腕划去。蓝色的血管在皮肉下闪烁，与林深手中遥控器的光芒产生共鸣，散发出奇异的光彩。林深，他的声音沙哑得如同砂纸摩擦，每说一个字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嘴角不断溢出鲜血，将地面染成一片暗红。找到破解的话还没说完，夜宵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再次响起，苏黎的瞳孔瞬间重新被红光填满，眼神中的最后一丝清明也彻底消散。手中的匕首当啷一声掉在地上，清脆的声响在寂静的实验室里显得格外刺耳。黄金遥控器表面流转的符文突然如同沸腾的岩浆般疯狂旋转，炽热的温度在林深掌心灼烧，瞬间烫出焦黑的痕迹。父亲神色慌张地冲过来，用力抓住他的肩膀，声音因为焦急而变得沙哑。夜宵在彻底吞噬他，你得钻进记忆深层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话音未落，一股寒意顺着林深的后颈窜上脊背，苏黎的时间锁链不知何时如同灵蛇般缠住他的脖颈，紧接着两人的身影便被漆黑的漩涡无情吞噬。当林深再次睁开眼，刺骨的寒意扑面而来，他发现自己置身于飘着鹅毛大雪的民国街头，积雪在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，街边旗袍店的玻璃映出他的倒影，戴着圆框眼镜，笔挺的中山装肩头落满雪花。而对面茶楼2楼，苏黎一身艳丽的红裙正优雅的抚琴，她发间的珍珠坠子随着动作轻轻晃动，在昏黄的灯光下折射出柔和的光晕，宛如画中走出的佳人。这是1937年，林深难以置信的喃喃自语，伸手摸向口袋，竟摸到一把老式手枪，金属的凉意让他瞬间清醒。就在这时，茶楼里突然传来一阵激烈的打斗声，10几个持枪的黑衣人凶神恶煞地冲了出来。苏黎没有丝毫慌乱，他身姿轻盈地从2楼跃下，翻飞的红裙如同血色蝴蝶，手中匕首寒光一闪，精准地划过敌人咽喉。林深几乎是本能地举枪掩护，子弹嗖地擦着他的发梢飞过。小心！他的喊声和记忆里父亲的嘶吼重叠，而苏黎却在枪林弹雨中回头冲他笑了笑，那抹笑容明媚而温暖，和实验室里被夜宵操控时冰冷的神情判若两人。还没等林深从紧张中缓过神，周围的场景突然剧烈扭曲，一阵天旋地转后，他发现自己身处一艘星际战舰内，刺耳的警报声此起彼伏，闪烁的红光映照在苏黎银白色的机甲上。此时的他右眼处缠着渗血的绷带，机械一眼还未安装，脸上却写满了坚毅。检测到陨石群，他不由分说地将林深推进逃生舱，声音坚定而不容置疑：活下去！林深发疯似的撞着舱门，喉咙因为嘶吼变得嘶哑：我们一起走，我不能丢下你。可舱门却缓缓关闭，透过渐渐缩小的缝隙，他看到苏黎最后的眼神里满是决绝和藏也藏不住的不舍。紧接着第3次坠落突如其来，当林深再次站稳，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古色古香的竹林，竹叶沙沙作响，苏黎一袭白衣直肩而立，长发用青色丝带束起，显得格外清冷出尘。此刻的他正皱着眉教他招式，语气里带着几分严厉，手腕在抬高半寸。这么简单的动作都做不好，怎么保护自己？突然林深被他凌厉的剑气逼退，后背重重撞上竹树，竹叶纷纷扬扬地落下。苏黎下意识地伸手要拉他，却被他反手拽进怀里。师姐，我心悦你。林深几乎是脱口而出，而苏黎的耳朵瞬间红透，在记忆迷雾中格外清晰，慌乱的想要挣脱，却被他抱得更紧。够了！夜宵愤怒的咆哮如同惊雷，震得整个空间剧烈扭曲。苏黎的身影开始变得透明，仿佛随时都会消散。林深心急如焚，拼命抓住他的手，却摸到皮肤下滚烫的黑雾在翻涌，那是夜宵邪恶力量的侵蚀。还记得这个吗？他声音颤抖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银色戒指，
那是他们初次相遇时，他在旧货摊买的赝品，虽然不值钱，却是他最珍贵的回忆。时间暂停，林深用尽全身力气大喊。飘落的竹叶悬在半空，苏黎惊讶的表情定格。他单膝跪地，小心翼翼地把戒指套上他的无名指，眼中满是深情与坚定。苏黎，我来接你回家，我们还有很多回忆要一起创造，别丢下我。戒指表面泛起柔和的蓝光，与苏黎手腕的伤口产生共鸣。叶宵发出不甘的尖叫，而苏黎的瞳孔中那令人恐惧的红光渐渐褪去，被熟悉的琥珀色取代，仿佛驱散黑暗的曙光。实验室深处，幽蓝的光芒如同活物般翻涌汇聚，在众人头顶凝成一座悬浮的审判台，符文流转间带着摄人心魄的威压。林深紧攥着泛着温热的黄金遥控器，踏上台阶时，金属扶手烫得他指尖发颤，上面密密麻麻刻满了夜宵受害者的名字，每一道刻痕都像是无声的控诉。苏黎手腕缠着渗血的绷带，机械一眼重新亮起熟悉的琥珀色光芒，他快走几步跟上，轻声问道：准备好了吗？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。开始吧。林深深吸一口气，拇指重重按下遥控器，刹那间穹顶如同被巨斧劈开，裂缝中倾泻出无数光点，在空中凝聚成人形。一位身着中山装的民国青年捂着鼓鼓冒血的胸口，鲜血浸透了前襟，星际战士破损的机甲不断滴落着银白色的冷却液，金属外壳上还留着灼烧的痕迹。白发苍苍的老者拄着斑驳的拐杖，每走一步都伴随着痛苦的喘息。他们眉心那抹黑色痕迹，像是夜宵种下的邪恶烙印。夜宵被泛着冷光的锁链拖拽着，甩上被告席。他由黑色雾气凝成的身体不断扭曲变形，发出刺耳的狂笑。时间法庭，不过是你们自导自演的闹剧。那笑声如同指甲刮擦黑板，令人浑身发毛。然而他话音未落，民国青年突然踉跄着冲上前，嘴角溢出的血沫滴落在地，声音里满是悲愤。1937年冬，你寄生在商会会长身上，当着我面枪杀了我的妻子，他到死都在喊我的名字。说到最后，青年的声音几近崩溃，泪水混着血水滑落。够了！夜宵周身的雾气骤然暴涨，如同汹涌的黑色浪潮，试图冲破束缚。但审判台的金色符文光芒大盛，如同一双巨手将那股邪恶力量死死压制。林深的心脏猛地一缩，只见星际战士缓缓掀开破损的头盔，露出一张与苏黎一模一样的脸，只是此刻面色惨白如纸。对方沉默着扯开衣领，展示胸口那道狰狞的致命伤，伤口外翻的皮肉，凝固的血迹与实验室里苏黎被夜宵附身时发动的攻击竟分毫不差。拄拐的老者颤抖着举起布满老年般的手，浑浊的老眼里蓄满泪水。你偷走我30年寿命，让我眼睁睁看着孙子病死。他临终前还在喊爷爷救他，老人哽咽的说不下去，剧烈的咳嗽让他佝偻的身子不停颤抖。夜宵的笑声戛然而止，雾气凝成的脸上第一次浮现出慌乱的神情。林深怒火中烧，猛地拍响审判台，符文迸发的强光刺得人睁不开眼。根据时间法则第72条，判处夜宵。你没有资格！夜宵突然化作一团黑雾，如同离弦之箭扑向林深，所过之处空气发出滋滋的灼烧声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戒指迸发的蓝光形成一道屏障，将黑雾狠狠弹开。苏黎反应迅速，举枪连射，子弹穿透雾气，激起阵阵黑色涟漪。林深趁机握紧遥控器，声如洪钟念出法则，永远循环于所有受害者的临终时刻，承受1000万次死亡。惊天动地的轰鸣声炸响，夜宵的惨叫声与无数受害者的哭喊交织在一起，震得整个空间都在颤抖。他的身体被分解成无数光点，每个光点都投射出不同的死亡场景，有时是被匕首刺穿心脏，鲜血喷涌而出，有时是在陨石雨中被撕成碎片，惨叫声回荡在虚空，有时又躺在病床上，在绝望与痛苦中咽下最后一口气。林深握紧苏黎的手，感受着他手心的温度，看着那些光点渐渐融入审判台的铭文。这一刻，扭曲的时光终于被拨正，公正的裁决降临世间。黄金遥控器突然发出刺耳的风鸣，屏幕上跳出猩红警告：平行世界坐标117 Omega 时间线异常。林深盯着全息投影里永不停歇的烈日，喉咙发紧。画面里，城市街道躺满双眼充血的人类，他们疯狂抓扯着头发，嘶吼声穿透了次元屏障。是另一个我。林深握紧拳头，指甲在掌心掐出月牙，他用遥控器制造了永恒白昼。苏黎的机械一眼快速扫描数据，绷带下的手腕突然泛起蓝光，时间流速完全停滞，连阴影都消失了。他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因为投影中的天空裂开缝隙，另一个林深踏着扭曲的时空走来。黑化的林深戴着破碎的金色面具，黑袍上缠绕着流动的日光。你们终于来了。他抬手间，实验室的灯光骤然刺目，
苏黎痛呼一声，捂住眼睛，感受下永恒清醒的滋味吧。他的笑声混着电流声，当人类不再需要睡眠，就能榨干每一秒的价值。父亲突然挡在两人身前，眼镜片反射着刺目的光。你根本不懂时间法则。可对方只是轻弹手指，父亲瞬间被定格在原地，银丝白发悬浮在空中。林深感觉太阳穴突突直跳，遥控器在掌心发烫。他突然想起法则里记载的禁忌招式时间阴影。试试这个！林深大喊着按下遥控器，金色光芒中无数阴影从黑化林深脚下窜出。画面一转，实验室变成破旧的教室，戴着面具的林深缩在墙角，几个高大的身影举着扫帚逼过来。废物也配碰时间遥控器？这是他最不愿回想的童年记忆，此刻却在对方瞳孔里不断放大。住口！黑化林深的面具出现裂痕，黑袍下的手臂开始颤抖。阴影中的霸凌者扯下他的面具，露出和林深一模一样却充满恐惧的脸。你永远都是个失败者。随着嘶吼，他手中的遥控器光芒开始暗淡。苏黎趁机举起改良后的电磁枪，就是现在！蓝光击中遥控器的瞬间，永恒白昼的时空开始崩塌。黑化林深跪倒在地，面具碎成齑粉，眼神中疯狂褪去，只剩疲惫。原来光明的反面真的是无尽的黑暗。刚修复完平行世界的裂痕，林深的后颈突然泛起一阵寒意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一把刻着繁复家族文章的左轮手枪已经死死抵住他的后脑勺，金属的冰凉透过发丝渗进皮肤。他缓缓转头，正对上管理局元老霍金斯镜片后那双冷得像冰窖的眼睛，对方嘴角挂着似笑非笑的弧度。林深，你滥用时间法则的罪名，今天该清算清算了。会议室的空气瞬间凝固，数十名身穿黑色制服的守卫如同幽灵般从阴影中窜出，将整个空间围得水泄不通。苏黎的手刚摸到腰间的电磁枪，3道泛着幽蓝光芒的能量锁链就闪电般缠住他的手腕，电流顺着皮肤窜过，疼得他脸色一白。父亲见状猛地拍桌而起，砰的巨响震得桌面震颤，金丝眼镜顺着鼻梁滑到鼻尖。他怒目圆睁，霍金斯，你这是公然叛乱！叛乱！霍金斯发出一声嗤笑，那笑声里满是轻蔑。我们这是拯救时间线，看看你都干了什么好事，随意改写时间，早晚会把整个时空搅得天翻地覆。他挥了挥手，示意守卫上前夺走林深的遥控器。就在金属锁链即将触碰到遥控器的刹那，林深的拇指已经狠狠按下按键，声音低沉而坚定。时间回溯3小时前。刺目的金光瞬间充斥整个会议室，众人只觉眼前一花，周围的场景开始疯狂倒退。办公桌上散落的文件自动飞回原位，墙上的电子钟数字飞速倒转。紧接着，画面中出现了鬼鬼祟祟的霍金斯，他警惕的左右张望后，像只老鼠般溜进档案室，用力拉开保险柜的门。随着咔嗒一声，一个闪着幽光的水晶瓶出现在众人眼前，里面翻滚的灰黑色雾气仿佛有生命般涌动，那正是传说中由人类悔恨情绪凝结的悔恨值能量。画面里的霍金斯对着通讯器，脸上堆满贪婪的阴笑。这批能量卖给黑市，够我们逍遥10个世纪了。这不可能！现实中的霍金斯面如死灰，握着左轮手枪的手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，枪管都跟着晃个不停。林深再次按下遥控器，时间重新回到现实。他眼神如炬，指着元老们身后突然出现的保险柜，声音铿锵有力：各位不妨检查一下，看看里面是不是少了点东西。几个守卫面面相觑，最终小心翼翼地走向保险柜。当柜门缓缓打开，看到里面空空如也的那一刻，全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哗然声。另一位元老浑身发抖，颤抖着摘下帽子，声音里满是震惊和愤怒：霍金斯，你居然监守自盗！我，这都是误会，听我解释。霍金斯的声音彻底破音，额头上豆大的冷汗不断滚落，顺着深深的皱纹淌进衣领。林深居高临下的冷冷盯着他，遥控器上的符文在掌心流转出危险的光芒。根据时空管理条例第99条，滥用职权者将被剥夺所有权限。话音未落，诡异的一幕发生了。霍金斯身上的制服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色，胸口的管理局徽章发出清脆的碎裂声，化作无数碎片簌簌飘落。他绝望地瘫倒在地，眼睁睁看着自己引以为傲的能力如沙般从指缝中流逝。我不甘心！而林深已经转身，迎着窗外洒进来的阳光，大步走向门口。金色的阳光笼罩着他，手中的遥控器熠熠生辉，仿佛在宣告正义的胜利。下水道里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腐臭，混合着不知从何而来的腥气，林深的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。金属栅栏后，婴儿微弱的啼哭断断续续传来，像一把钝刀，一下下割着他的心。他下意识地握紧黄金遥控器，符文在掌心发烫，烫得他几乎要喊出声来。
墙壁上斑驳的荧光涂料组成诡异的倒计时，数字每跳动一下，都伴随着锁链拖拽地面的刺耳声响。刺了，刺了！那声音钻进耳朵里，搅得人脑仁发疼。苏黎的机械一眼泛起猩红的光芒，他凑到林深耳边，声音压得极低，热成像显示前方300米至少有50个生命反应。说着，他的手指不自觉地摸向腰间的电磁枪，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。当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被推开时，一股更浓烈的腐臭与血腥的混合气味，如同一只无形的大手猛地掐住了众人的喉咙。昏暗的紫色灯光下，整个黑市宛如一个巨大的令人作呕的怪物巢穴。戴着兜帽的交易者们像一群蛰伏的毒蛇，围坐在圆形平台旁。他们面前的玻璃容器里漂浮着的哪里是活生生的人，分明是一件件待价而沽的商品。襁褓中的婴儿还在懵懂地挥动着小手，少年们眼神空洞，面无表情。更令人愤怒的是，还有大着肚子的孕妇，他们脸上充满恐惧和绝望。一个满脸皱纹、皮肤松弛的如同老树皮的老头，正用镶满宝石的手杖挑起一个襁褓，那手杖上的宝石在紫光灯下闪烁着冰冷的光芒。他的声音沙哑又贪婪：“这孩子能换你20年寿命，童叟无欺！”住手！林深再也无法压抑心中的怒火，一声怒吼在穹顶回荡。这声怒吼仿佛一道惊雷，瞬间劈开了黑市的嘈杂，整个市场陷入了诡异的安静。所有都冒下隐藏的眼睛都像毒蛇吐信般齐刷刷地转向了他。一个身材魁梧、肌肉虬结的守卫，脸上挂着残忍的狞笑，举起散发着幽蓝光芒的能量斧，那斧头的刃口流转着危险的光晕。哪来的愣头青，敢坏我们黑市规矩！可他的话音还没落，苏黎已经如同一道闪电般扣动扳机，电磁枪发出咻的一声，精准击碎了他手中的武器。电光在对方脚边炸开，迸溅出无数细小的火星。时间就是金钱。林深的嘴角扯出一抹冷笑，那笑容里满是嘲讽和愤怒。他手中的遥控器符文化作金色锁链，如同一条条活过来的巨龙，张牙舞爪地缠住交易平台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猛地按下按键，声如洪钟，字字铿锵。时间快进100年。刹那间，刺眼的光芒充斥着整个黑市，仿佛有无数个太阳在同时爆发。玻璃容器里原本粉嫩的婴儿瞬间长出白发，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褶皱成树皮。他们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个世界，就已经变成了风烛残年的老者。那些被交易的少年，转眼间背也驼了，腰也弯了，成了佝偻的老者。就连孕妇的肚子也迅速瘪下去，只留下空荡荡的衣服，仿佛他们从未孕育过生命。当啷一声，宝石手杖掉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老头惊恐地看着自己的皮肤，原本就松弛的皮肤，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更加松弛，皱纹越来越深。他的声音充满了绝望和恐惧：“不，我的永生！”整个市场瞬间陷入混乱，交易者们尖叫着、哭喊着，想要逃跑，却发现自己的双腿已经老化得无法支撑身体，一个个瘫倒在地，如同被抽去骨头的软体动物。苏黎趁机举起枪，眼神坚定而冷酷，对着天花板的能量核心扣动扳机，毫不犹豫地说道：“现在该送你们下地狱了！”轰！一声巨响，爆炸声响彻下水道，气浪掀翻了一切。林深看着满地的灰烬，那些破碎的玻璃残渣在地上闪着寒光。突然，他的目光被一块婴儿的襁褓残片吸引，上面还绣着半朵小花，那鲜艳的颜色与周围的灰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他攥紧遥控器，指甲几乎要掐进掌心，心中的愤怒和悲伤翻涌。这种地方就不该存在于任何时间线里。深夜的月光透过窗台洒进房间，林深正握着黄金遥控器仔细检查，却没发现一丝异常。直到第二天清晨，他习惯性的伸手去碰早餐桌上的牛奶，玻璃瓶突然咔的一声裂开，鲜奶瞬间变成浑浊的腐浆，桌面也迅速爬满细密的裂纹。他猛地后退几步，后背撞上椅子，瞳孔里写满震惊。怎么回事？苏黎闻声赶来，刚要靠近，林深却慌张的摆手撞翻了身后的花瓶。瓷片飞溅的瞬间，他本能的想用遥控器暂停时间，却发现符文亮起诡异的血红色。更可怕的是，被遥控器光芒扫过的瓷片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氧化成黑色粉末。小心！别过来！林深的声音带着颤抖。他看着苏黎惊愕的表情，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这时，母亲端着新煮的粥从厨房出来，脸上挂着关切的笑容。阿深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林深僵在原地，看着母亲越走越近，只能拼命往后躲，后背重重抵在冰凉的墙上。你在躲什么？母亲的笑容渐渐凝固，眼里泛起疑惑。林深咬着嘴唇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硬生生憋回了冲到嘴边的解释。他知道，只要自己说出真相，母亲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拥抱自己。
可他不敢赌，不敢拿母亲的生命冒险。消息很快传到了时空管理局，父亲戴着老花镜，反复检查遥控器，镜片后的眉头越皱越紧。这是夜宵的能量波动，他的残魂附在了遥控器上，篡改了时间规则。他摘下眼镜，揉了揉疲惫的眉心。现在你触碰的一切都会加速走向死亡。从那以后，林深的生活彻底变了样。每次苏黎想牵他的手，他都只能迅速躲开，看着苏黎受伤的眼神，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。有一次，苏黎不小心摔倒，他几乎是条件反射地冲过去，却在即将触碰到他的瞬间，硬生生刹住脚步，整个人因为急停踉跄着跌坐在地。深夜，林深常常站在母亲的房门外，看着屋内温暖的灯光，听着母亲熟悉的咳嗽声。他多想推开门，像小时候那样扑进母亲怀里，可他只能紧紧攥着拳头，指甲在掌心刻出深深的血痕。偶尔母亲起夜，他就躲在黑暗里，用遥控器暂停时间，小心翼翼地帮母亲盖好被子，再迅速解除暂停，远远地看着母亲重新入睡。而苏黎察觉到了他的异常。一天傍晚，夕阳把天空染成橙红色，苏黎站在阳台上，背对着他轻声说：“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们一起面对。”林深看着他被夕阳拉长的影子，喉咙发紧，最终只是默默站在3步之外，用颤抖的声音说：“等我，我一定能解决。”他握紧手中散发着诡异红光的遥控器，眼神里满是不甘与坚定，在心中暗暗发誓，一定要找到打败夜宵残魂的办法，夺回属于自己的正常生活。黄金遥控器的红光突然剧烈闪烁，宛如一颗即将爆裂的心脏，刺得林深双眼生疼。屏幕上不断跳动的乱码像扭曲的蛇群，疯狂地吞噬着界面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一股强大的吸力便将他拽进时空裂缝，失重感让他胃部翻涌，耳边呼啸的风声里似乎夹杂着诡异的笑声。当脚踏实地的那一刻，刺鼻的硝烟味扑面而来。这里赫然是父亲牺牲的那个实验室，破碎的玻璃，焦黑的墙面，每一处都在刺痛他的神经。他攥紧拳头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留下新月形的血痕。这次他没带苏黎，因为他知道有些坎得自己跨过去。实验室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，弥漫着刺鼻的硝烟味与皮肉烧焦的气息。年轻的父亲正将最后一道防护屏障架在他身前，后背被夜宵的腐蚀液灼出滋滋冒烟的伤口，黑色的焦痕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蔓延。快走！父亲的怒吼震得他耳膜生疼，金丝眼镜后的眼睛布满血丝，往日的温和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决绝与担忧。林深突然发现，父亲鬓角不知何时爬上了白发，记忆里那个永远从容的学者，此刻像座摇摇欲坠的灯塔，在狂风暴雨中苦苦支撑。等等！林深几乎是喊出这2个字，声音里带着压抑已久的情绪。他冲过去抓住父亲的手臂，却摸到一片滚烫的焦肉，那温度烫得他本能的想要缩回手，却又死死忍住。父亲惊愕的回头，防护屏障在2人头顶发出不堪重负的嗡鸣，仿佛下一秒就会破碎。你怎么会？父亲的话没说完，夜宵的利爪已经穿透屏障，带着死亡的气息直奔林深面门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林深没有像从前那样慌乱地发动时间回溯，他脑海中闪过无数画面，那些试图改变过去却徒劳无功的时刻，那些因为自己的干预而引发的混乱。这一刻，他反手将父亲推向安全区，动作坚定而果决，利爪擦着他的脸颊划过，锋利的爪子割破皮肤，鲜血瞬间涌出。就在这剧痛中，他突然看清时空法则在虚空中的纹路，那些交织的线条，闪烁的光点，拼凑出一个残酷的真相：父亲的死亡竟是维持所有平行世界稳定的锚点。原来如此，林深笑了，这笑声里带着释然与苦涩，还有一丝解脱。他转身面对目瞪口呆的父亲，将遥控器举过头顶，金色符文在他掌心流转，不再是冰冷的金属蓝，而是像融化的夕阳般温暖，洒在他和父亲身上。这次换我来守护你最后的时刻。他的声音平静而坚定，仿佛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排。夜宵的嘶吼声震耳欲聋，黑暗如潮水般涌来。林深张开双臂，任由黑暗将自己吞没。在意识消散前，他听见父亲撕心裂肺的哭喊，那声音里充满了痛苦与不舍，也感受到时空法则温柔的震颤，像是在安抚他，又像是在认可他的选择。当他再次睁眼，发现自己躺在苏黎怀里，对方的机械一眼蓄满泪水，泪珠顺着脸颊滑落，滴在他的胸口。你消失了整整3天。苏黎的声音带着哭腔，还有劫后余生的庆幸。林深握住他的手，感受着那熟悉的温度。他低头看向手中的遥控器，发现光芒已经彻底变成金色，温暖柔和。他望向远方，轻声说：时间不是橡皮擦，而是让伤口结痂的良药。爸爸的牺牲终究有它的意义。苏黎将头埋进他肩头，2人紧紧相拥。这一刻，风穿过时空的裂缝，
轻轻抚平了他心中最后的执念，也让他真正与过去和解。清晨的阳光穿透管理局那由量子材料构成的全息玻璃幕墙，在林深的办公桌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桌面上铺满了来自128条时间线的报告，每一份报告都闪烁着不同颜色的警示灯，仿佛一片色彩斑斓却暗藏危机的雷区。林深揉了揉发酸的太阳穴，长期盯着悬浮在眼前的投影，让他的双眼布满血丝，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各种时间异常警报，红色、黄色的警示符号不断跳动，像是随时会爆发的火山。苏黎端着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走进来，他的机械一眼自动扫描着室内的环境，当扫过桌面那堆积如山的文件时，眉头微微皱起，金属质感的睫毛轻轻颤动。这么多待处理事项，照这个速度，你得连续熬几个通宵。他将咖啡放在桌边，陶瓷杯与桌面碰撞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刚上任就遇上大麻烦。林深苦笑一声，指了指最上方闪烁着刺目红光的文件，纸张边缘因为加急处理而泛着诡异的紫色。37号时间线拒绝接受管理，他们的首领甚至在公共频道公开宣称我们才是独裁者。他的话音未落，刺耳的警报声突然大作，整个办公室的灯光瞬间变成了刺眼的血红色，天花板上的应急灯开始疯狂旋转，大屏幕自动切换画面，一个头戴青铜面具的男人出现在众人眼前。他身后是一片废墟，扭曲的建筑残骸悬浮在空中，天空中漂浮着巨大的机械装置，那些装置表面布满尖锐的骨刺，不断喷射出黑色的烟雾。时空管理局不过是打着平衡旗号的侵略者。他的声音充满愤怒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我们不需要你们来决定时间的走向。说罢，画面中断，只剩下满屏雪花，还伴随着刺耳的电流声。父亲匆匆赶来，实验室的白大褂上还沾着未清洗的蓝色试剂。他推了推下滑的眼镜，37号时间线研发出了时间扭曲器，他们想脱离统一管理。他的表情凝重，额头上的皱纹拧成了一个川字。如果放任不管，其他时间线可能会效仿，到时候整个时空秩序都会陷入混乱。林深握紧了手中的黄金遥控器，符文在掌心微微发烫，烫得他的皮肤有些发疼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站起身来，制服上的徽章在红光下闪烁，准备穿梭装置，我亲自去一趟。当林深和苏黎出现在37号时间线时，立刻被一群手持能量武器的士兵包围。那些武器散发着幽绿色的光芒，枪口对准他们的瞬间，林深感受到一股刺骨的寒意。面具男人缓缓走来，身上的黑色披风随风飘动，布料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。他的每一步都像是踏在众人的心脏上。时空管理局的新局长来抓我们这些叛逆者了。他的语气充满嘲讽，面具缝隙中透出的目光冰冷如刀。林深举起双手，示意没有敌意，手掌因为紧张而微微出汗。我不是来打架的，我们能不能坐下来谈谈？男人冷笑一声，笑声中带着金属碰撞的刺耳感。谈？你们所谓的平衡，不过是让所有时间线按你们的规则运行。苏黎忍不住开口，机械一眼闪烁着警告的红光，但无序的时间线会导致整个时空崩塌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有无数先例可以证明。那是你们的说法。男人突然举起手中的装置，一道紫色的光芒射向天空，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布满乌云，那些乌云如同活物般翻滚，不断发出雷鸣般的怒吼。看看吧，这才是自由的时间。林深看着扭曲的时空，周围的建筑开始变形，地面出现一道道裂痕。他意识到这场谈判比想象中更加艰难，一场风暴即将来临。在37号时间线临时搭建的谈判桌上，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，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青铜面具男人翘着二郎腿，手中把玩着一个小巧的时间扭曲器，发出幽紫色的光芒，光芒映在他的面具上，让他看起来更加神秘而危险。林深和苏黎对面而坐，身后站着警惕的士兵，他们的呼吸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。说说吧，你们所谓的管理能给我们带来什么？面具男人的声音带着挑衅，他将时间扭曲器在指尖旋转，金属摩擦声让人牙酸。林深推了推面前的全息屏幕，上面展示着其他时间线因为失控而崩溃的画面，荒芜的星球，扭曲的空间，绝望的人群在虚空中挣扎。看看这些没有规则的时间线，最终只会走向毁灭。林深的声音沉稳，但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焦虑。少拿这些吓唬人！男人猛地拍桌，震得桌上的杯子都跳了起来，里面的黑色液体溅出，在桌面上留下诡异的痕迹。我们自己的命运为什么要交给你们决定？他身后的士兵们纷纷举起武器，能量武器充能的声音此起彼伏，气氛瞬间紧张到了极点。苏黎的手悄悄摸向腰间的电磁枪，手指在枪柄上摩挲，却被林深用眼神制止，那眼神中带着坚定与冷静。这时，一名士兵匆匆跑来，
在面具男人耳边低语几句。男人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，面具下传来压抑的怒吼：“哼，管理局还真是不择手段。”林深皱起眉头，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。发生了什么？面具男人冷笑着调出一段监控视频，画面中几名穿着管理局制服的人正在破坏时间线的稳定装置，他们的动作娴熟，显然受过专业训练。这是你们的人吧？男人的声音充满愤怒，几乎是咆哮着说出来，一边说着要平衡，一边在背后搞破坏。林深盯着画面，发现那些人的制服确实是管理局样式，但他清楚这其中一定有误会。我保证会彻查此事。林深严肃地说，眼神坚定地与男人对视。但请不要因为这个否定所有管理局成员的努力。我们的初衷是维护时空秩序，这一点从未改变。然而，面具男人根本听不进去。从今天起，37号时间线正式独立。如果你们敢来干涉，他举起时间扭曲器，装置表面的纹路亮起猩红的光芒，威胁意味十足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。谈判破裂，林深和苏黎在士兵的监视下离开。回去的路上，苏黎忍不住说：“那视频看起来太蹊跷了，一定是有人栽赃。那些人的动作和管理局的标准操作完全不同。”林深沉默不语，他的拳头紧紧攥起，指甲几乎要掐进掌心。他知道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酝酿，而他们必须尽快找出真相。回到时空管理局总部，林深立刻召集高层开会。会议室里气氛压抑得如同暴风雨前的天空，所有人都盯着大屏幕上那段充满争议的视频，画面不断循环播放，每一秒都像是一把重锤敲击着众人的心。大家都看到了，现在37号时间线因为这段视频和我们彻底决裂。林深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，眼神中带着审视与焦虑。我需要知道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霍金斯的继任者，新任元老艾琳推了推金丝眼镜，镜片后的眼神透着睿智与怀疑。局长，这视频中的制服确实是我们管理局的样式，但我不相信我们的人会做出这种事。最近的任务安排表我都有审核，没有任何异常。他的话刚说完，另一位元老却冷哼一声，脸上写满不信任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谁知道是不是有人心怀不轨？说不定是潜伏已久的内鬼。林深揉了揉太阳穴，感觉脑袋像是要炸开一样。现在不是互相指责的时候。苏黎，你带队去调查装备部，看看近期有没有制服丢失记录。其他人各自排查手下成员，有任何异常立刻上报。散会后，林深独自来到装备部，看着堆积如山的制服，每一件都整齐排列，却像是隐藏着秘密的潘多拉魔盒。就在这时，一名年轻的工作人员跑过来，神色慌张，额头满是汗水，呼吸急促。局长，不好了，我们刚发现上个月有一批特制的 A 级制服被盗，但当时以为是登记失误，就没上报。林深心中一沉， A 级制服只有高级特工才能使用，落入别有用心的人手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心跳也加快了速度。他立刻调出装备部的监控，画面显示，在一个雨夜，天空下着滂沱大雨，雨水拍打着窗户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。一个蒙着脸的人悄悄潜入仓库，那人动作娴熟，显然对这里的环境很熟悉。他避开所有的警报装置，如同鬼魅一般。林深放大画面，发现那人手腕上有一道疤痕，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醒目。他转头问工作人员：“管理局里谁的手腕有疤？”工作人员想了想，脸色突然变得煞白，声音颤抖：“前几天调走的维克多，他就有一道这样的疤。”林深握紧拳头，指甲在掌心留下深深的印记，疼痛让他更加清醒。看来这个维克多就是关键人物，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背后又是否还有其他人？这些问题像一团乱麻，缠绕在林深心头。他知道必须尽快找到维克多，才能挽回管理局的声誉，平息37号时间线的怒火，否则整个时空管理局都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林深和苏黎带着一队精英特工，通过时空定位系统追踪到了维克多的踪迹。他们来到一个破败的废旧工厂，这里位于一个废弃的时间线角落，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化学气味，那气味像是腐烂的金属和刺鼻的酸味混合在一起，让人闻之欲呕。工厂的墙壁布满了锈迹和裂痕，仿佛随时都会倒塌。小心点，这里的时间流速很不稳定。林深低声提醒众人，他的黄金遥控器微微发烫，符文闪烁不定，似乎在感应着什么危险。突然，一阵刺耳的笑声从工厂深处传来，那笑声像是金属刮擦玻璃，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。没想到局长亲自来抓我了，真是荣幸。维克多从阴影中走出，他脸上带着疯狂的笑容，眼神中闪烁着病态的光芒，手腕上的疤痕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狰狞，像是一条丑陋的蜈蚣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林深眼神冰冷地问道，声音中带着压抑的愤怒。维克多耸耸肩，破旧的衣服发出沙沙的声响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受够了管理局的虚伪。表面上说着维护平衡，实际上不过是想控制一切。你们就是时间的独裁者。苏黎忍不住反驳，机械一眼闪烁着愤怒的红光。你这是扭曲事实。没有管理局，无数时间线早就崩溃了。我们见过太多因为混乱而毁灭的世界，那场景惨不忍睹。维克多却嗤之以鼻，笑声中充满嘲讽。崩溃？那又怎样？自由比什么都重要，哪怕只有一瞬间的自由，也胜过永恒的枷锁。说着，他突然按下手中的装置，工厂的墙壁开始扭曲，时间流速变得更加混乱，周围的物体开始变形，有的拉长，有的缩小，像是进入了一个扭曲的梦境。特工们立刻举起武器，准备战斗。能量武器的光芒照亮了昏暗的工厂。林深示意大家稳住，他向前一步，眼神坚定。维克多，回头吧，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，不要一错再错，否则你将万劫不复。维克多却大笑起来，笑声在工厂内回荡。来不及了，我已经和37号时间线的人达成协议，他们会帮我毁掉管理局，这是一场正义的革命。话音未落，一群身穿37号时间线服饰的士兵从四面八方涌来，他们的脚步声震得地面都在颤抖。战斗一触即发，子弹和能量光束在工厂内四处飞溅，打在墙壁上发出刺耳的声响，溅起无数火花。林深一边躲避攻击，一边寻找机会接近维克多。他知道，只要控制住维克多，这场混乱或许就能平息。但维克多显然早有准备，他不断利用时间扭曲器制造混乱，局势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，每一秒都充满了未知和危险。在激烈的战斗中，林深一个翻滚躲到废弃的机器后面，子弹擦着他的头皮飞过，带起一阵灼热的风，让他的头发都竖了起来。他紧握着黄金遥控器，符文在掌心闪烁不定，仿佛随时都会熄灭。苏黎在不远处与敌人交火，机械一眼精准地锁定目标，电磁枪不断喷射出蓝色的电光，每一次射击都伴随着敌人的惨叫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林深大喊一声，找准时机，按下遥控器，时间暂停。周围的一切瞬间静止，纷飞的子弹悬在半空，敌人保持着各种攻击姿势，定格在原地，脸上的表情有的惊恐，有的狰狞。林深趁机冲向维克多，却发现对方早有防备，手中的时间扭曲器也发出光芒，抵消了时间暂停的效果。空气中响起一阵尖锐的能量碰撞声。别白费力气了，维克多狞笑着，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。我早就研究透了管理局的时间技术，你们的招数对我没用。他的话音刚落，工厂的天花板突然坍塌，露出上方巨大的时间漩涡。那漩涡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洞，散发着令人恐惧的吸力，周围的空间开始扭曲变形。林深脸色大变，这是足以吞噬整个时间线的危险存在，一旦被吸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就在这时，父亲带着支援部队赶到，他举起手中的仪器，大声喊道：林深，控制住漩涡，我来对付维克多。仪器发出耀眼的光芒，试图稳定时间漩涡。林深点点头，集中精力，用遥控器引导着时间漩涡的力量，汗水不断从他的额头滑落，滴在地面上。而父亲则冲向维克多，两人在废墟中展开激烈搏斗，拳脚相交的声音和能量碰撞的声音交织在一起。混乱中，维克多的面具被打掉，露出他脸上一道新的伤痕，那伤痕还在流血，染红了他的脸颊。林深突然想起，在37号时间线的监控视频里，那个伪装成管理局特工的人脸上也有类似的伤痕。他心中一惊，大喊：父亲，小心！他和37号时间线的首领是同一个人。父亲闻言一愣，而维克多趁机发动攻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苏黎赶到，一枪击中维克多的手臂，时间扭曲器掉落在地，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。维克多见势不妙，想要逃跑，却被林深用时间锁链困住。现在该说出真相了吧？林深眼神冰冷地说，声音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维克多挣扎了几下，最终放弃抵抗，苦笑着说：没错，我就是37号时间线的首领。我这么做就是想揭露管理局的真面目，让所有人知道你们不过是一群伪君子。真相终于浮出水面，但这只是开始，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。维克多被带回时空管理局后，整个管理局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。各大时间线的代表纷纷发来质问，全息会议大厅里无数投影面孔闪烁，每个人的眼神中都充满了怀疑和愤怒，仿佛一团即将爆发的怒火。局长，我们怎么知道这不是你们自导自演的戏码？一名时间线代表冷冷地问道，他的表情严肃，
语气充满质疑：“谁能保证视频里的不是你们故意安排的演员？”另一个代表也跟着附和，声音提高了8度：“没错，37号时间线的事情还没解决，现在又冒出内鬼，谁能保证管理局还值得信任？我们把时间线的未来交给你们，结果却换来这样的混乱。”林深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。他调出维克多的审讯记录，画面中维克多的表情沮丧，眼神中充满懊悔。这是维克多的亲口供词，他承认自己一人分饰两角，故意制造矛盾，目的就是破坏管理局的声誉。然而代表们并不买账，这些都可以伪造。有人大声喊道，情绪激动：“我们需要更直接的证据，视频可以剪辑，声音可以合成，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”苏黎站出来补充道，机械一眼闪烁着坚定的光芒：“我们在维克多的藏身之处找到了大量制造混乱的设备，还有和其他时间线叛徒的通讯记录，这些铁证如山，足以证明他的罪行。”但依然有人质疑，声音中带着嘲讽：“谁知道这些是不是你们事后准备的？说不定是为了掩盖更大的阴谋。”会议室里的争吵声越来越大，局面几乎失控，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，让人头疼欲裂。就在这时，父亲走上前，他的头发有些凌乱，白大褂也沾满了灰尘，但表情严肃而坚定：“我以一名老研究员的身份保证，管理局的初衷从未改变。我们或许在管理方式上有不足，但绝没有恶意操控时间线。这些年，我们为了维护时空秩序，付出了多少努力，牺牲了多少人，大家有目共睹。”他的话让现场稍微安静了一些，但空气中依然弥漫着紧张的气氛。林深接着说，他的声音沉稳而诚恳：“我知道，现在说什么都难以消除大家的疑虑，但请给我们一个机会，我们会用行动证明自己。从现在起，管理局的决策过程将透明化，接受所有时间线的监督。我们会建立公开的信息平台，让每一个决策都在阳光下进行。”尽管这个提议得到了部分代表的认可，但依然有不少人持保留态度，眼神中充满警惕。信任的重建注定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过程，而林深知道他必须扛起这个责任，带领管理局走出困境。时空管理局地下37层的超维观测室内，尖锐的警报声突然刺破寂静，如同一只发狂的机械夜莺。红色警示灯在控制室内疯狂旋转，将所有人的脸庞染成血色。林深正在审阅37号时间线的修复报告，被这刺耳的声音惊得猛然起身，手中的咖啡杯啪嗒坠地，深褐色的液体在昂贵的量子地毯上晕开，他却浑然不觉。局长，银河系中心出现异常时空波动。技术员小张的声音因为恐惧而颤抖，他推了推下滑的黑框眼镜，镜片后的双眼满是惊慌。全息屏幕瞬间切换画面，一片诡异的紫色星云在众人眼前缓缓旋转，星云表面如同沸腾的岩浆，不断翻涌着扭曲的时空涟漪。苏黎站在操作台旁，机械一眼泛起数据流的蓝光，修长的手指在触控面板上快速敲击，发出密集的哒哒声。能量读数是普通黑洞的3000倍，而且他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原本苍白的脸色变得更加惨白，如同覆盖了一层冰霜，时间在这里呈现固态化。林深快步上前，凑近屏幕，只见星云中心悬浮着一团漆黑如墨的物质，无数发光的丝线正被它缓缓吞噬。那些丝线纤细而明亮，分明是一条条承载着文明记忆的时间线。3小时后，林深身着特制的抗时空扭曲服，站在观测站边缘。这套银灰色的战衣表面流转着淡蓝色的能量纹路，仿佛将星河穿在了身上。脚下的透明甲板外是深不见底的宇宙黑暗，寂静的能听见自己剧烈的心跳声。那团时间黑洞如同一只巨大的眼睛，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威压，凝视着渺小的人类。这根本不是自然天体。林深喃喃自语，话音未落，手中的黄金遥控器突然剧烈发烫，符文自动排列成警告符号，烫得他几乎握不住。就在这时，黑洞表面突然泛起涟漪，无数陌生文明的残影如同老电影胶片般浮现。硅基生物建造的水晶城市在瞬间风化，化作漫天齑粉。庞大的星际舰队被无形的力量扯成量子尘埃，船员们惊恐的表情永远定格在消亡的瞬间。林深的呼吸停滞了，喉咙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扼住，不能再让他继续了。他的声音低沉而坚定，握紧遥控器，指尖因为用力而发白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当金色的时间法则光芒触及黑洞表面时，整个宇宙仿佛被按下暂停键。林深咬紧牙关，将全部意识注入符文，在那漆黑的表面一笔一画刻下巨大的禁止入内，每一笔都像是在与整个宇宙的力量抗衡。汗水顺着他的额头滑落，模糊了视线。随着最后一笔完成，黑洞发出婴儿啼哭般的嗡鸣，声音中带着不甘与愤怒，开始急速收缩。最终，它变成一颗悬浮的璀璨宝石，表面流转着银河般的光带，美得令人窒息。
成功了！苏黎的声音从通讯器传来，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。林深望着手中散发柔和光芒的宝石，突然想起父亲常说的话：时间需要被温柔对待。此刻，这句话在他心中有了新的重量。他仿佛看到父亲在时空的彼端，欣慰地对他微笑。平静的午后，阳光透过办公室的落地窗，在木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林深正在批改文件，笔尖在全息文档上沙沙作响。突然，一阵刺耳的时空撕裂声打破了宁静，如同玻璃被生生划破。一道紫色漩涡在房间中央缓缓展开，光芒散去，一个熟悉的身影从中走出。20岁的自己穿着破旧的牛仔外套，衣角还沾着没洗干净的机油，头发凌乱，眼神里满是不羁与叛逆。哟，这就是未来的时空管理局局长。年轻林深吹了声口哨，绕着办公桌踱步，皮鞋踏在地板上发出哒哒的声响，被这些破规矩捆得像粽子一样。他的语气充满嘲讽，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笑。苏黎反应迅速，立刻挡在林深身前，电刺枪已经握在手中，枪口闪烁着危险的蓝光。别紧张，美人。年轻林深嬉皮笑脸地举起双手，眼睛却突然锁定在林深桌上的黄金遥控器，瞳孔猛地收缩。不过那个玩具我倒是很有兴趣。话音未落，他已经如猎豹般扑向遥控器，动作和现在的林深如出一辙，充满了爆发力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林深按下遥控器侧面的隐藏按钮，一道金色光束笼罩住年轻林深，无数记忆碎片如同潮水般涌入他的脑海。母亲在新研发的医疗舱中康复，脸上绽放出久违的笑容。苏黎在星空下为他包扎伤口，温柔的眼神里满是关切。还有无数被拯救的时间线里，人们欢呼雀跃的场景。这怎么可能？年轻林深踉跄着后退，撞到了身后的椅子，脸色苍白如纸，眼中满是震惊与不可置信。那时的我们连房租都交不起。林深走到窗边，望着远处的时空穿梭门，那扇门正吞吐着往来的时空旅行者，光芒闪烁。但你看，时间总会给坚持的人答案。他转身时，发现年轻的自己正盯着墙上的合影发呆，那是管理局成立时他和苏黎父亲的合照。照片里的父亲意气风发，苏黎笑容灿烂，而那时的自己眼神里也满是对未来的憧憬。年轻林深沉默许久，突然笑了，那笑容里带着释然。原来老头子最后还是没能逃过那关。他伸手拍了拍林深的肩膀，力道不轻。不过你做的比我想象中好多了，继续加油吧。随着这句话，他的身影逐渐透明，消失前还不忘眨眨眼。记得别把生活过成公式。深夜的实验室，灯光昏黄而静谧。林深坐在堆满古籍的桌前，眼神紧紧盯着一本泛黄的羊皮卷，上面用古老的文字记载着时间尽头的传说。突然，手中的黄金遥控器自行启动，符文组成指向北方的箭头，光芒闪烁不定，仿佛在召唤着他。你疯了？那地方连理论模型都不存在。苏黎抓住他的胳膊，机械眼中满是担忧。他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，但林深只是笑着摘下他的护目镜，用袖口轻轻擦去镜片上的水雾，就当是一次私奔。他的笑容温暖坚定，如同冬日里的暖阳。穿越的过程比想象中痛苦100倍，林深感觉身体像是被无数把利刃同时切割，又被重新拼凑。当视觉恢复时，他看到了永生难忘的画面，宇宙中最后一颗恒星正在熄灭，暗红色的光芒中，苏黎的白发在虚空中飘散，如同坠落的银河。这里就是苏黎的声音哽咽了，带着无尽的悲伤与苍凉。他们脚下是崩塌的空间碎片，像漂浮的墓碑，见证着宇宙的消亡。林深耗尽遥控器最后的能量，金色光芒在虚空中勾勒出熟悉的星座：北斗七星、猎户座腰带，还有他们初次相遇时许愿的流星轨迹。每一道光芒都承载着他们共同的回忆。还记得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吗？他拉过苏黎的手，在时间的废墟上跳起笨拙的华尔兹，脚步有些凌乱，却充满爱意。那时你总嫌我踩泥脚。苏黎靠在他怀里，泪水在失重中凝成水晶球，在暗红色的光芒下闪烁着微弱的光。现在换我踩回去。他笑着重重踩下，却在接触的瞬间化作无数光点，如同飘散的蒲公英。林深伸手去抓，那些光点却汇聚成苏黎的声音：该回去了，这里的时间已经不需要我们了。当海浪声取代了时空管理局的警报声，林深正在擦拭时光咖啡馆的玻璃橱窗，咸咸的海风轻轻吹拂，带着大海特有的气息。黑板上用粉笔写着：时间免费，回忆收费。字迹歪歪扭扭，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。门铃响起时，他转身看见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，正是37号时间线曾经的反抗军首领。如今他的青铜面具早已换成了温暖的笑容，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，却也让他的眼神更加柔和。听说这里能买故事。
老人在吧台坐下，木质的椅子发出吱呀的声响。他的眼神落在墙上的旧照片上，那是林深和苏黎在管理局时的工作照。林深往他面前推了杯手冲咖啡，热气袅袅升起，弥漫着浓郁的香气。看你拿什么来换？老人摩挲着杯沿，陷入回忆。时间线恢复和平后，我们用时间扭曲器建造了生态花园。曾经荒芜的土地上，如今开满了四季不败的鲜花。他突然抬头，眼神坚定而真诚。其实我们要的从来不是混乱。他的声音顿了顿，就像你要的从来不是权力。夕阳西下时，苏黎抱着一摞咖啡豆推门而入，围裙上还沾着面粉，像是撒了一层星星。今天有位星际旅行者想用他的冒险故事换提拉米苏。他眨眨眼，机械一眼映着落日的余晖，闪烁着金色的光芒。林深笑着接过袋子，突然听见门外传来熟悉的时空波动声，那是某个被拯救的时间线在向他们道谢。温暖的阳光洒在两人身上，这一刻岁月静好。